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份深入的图文解析。说真的，当全球股市发生单日暴跌，你看着看盘软体上一片惨绿的数字疯狂跳动时，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恐惧，这很正常。但今天我们不谈恐惧，我们要谈的是掌控。在这份解释中，我们会带你透过历史上最顶尖投资大师的视角，彻底升级你的思维。这可不只是教你如何在金融风暴中活下来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教你如何改变心态，从一个被市场无情收割的受害者，转变成掌控全局的掠夺者。准备好了吗？请你诚实回想一下哦，当市场在6月5日暴跌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是不是瞬间宕机了？身为投资人，眼睁睁看着资产蒸发，那个心跳漏一拍的感觉，真的是超级真实的生理反应。但是，你是不是屈服于这些情绪反射了呢？你是不是满脑子只想着要恐慌性的清仓逃命？或者刚好相反，因为害怕错过反弹，看着暴跌的股价，急急忙忙就把手边仅存的现金全部丢进去接刀？如果你任由这种情绪进入自动驾驶模式，老实说，你注定会成为这场风暴中的牺牲品。好，为了应对这种混乱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一套5个步骤的理性剧本。首先是股市崩盘的散户陷阱，接着教你建立心理防火墙，然后进入大师的逆向思维，再来是聪明钱的量价 X 光机，最后则是极度悲观的狙击清单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。股市崩盘的散户陷阱，来看看华尔街是怎么把我们的恐惧武器化的。你知道吗？当新闻媒体不断推播那种超吓人的恐慌标题，市场剧烈震荡的时候，华尔街其实正把我们人类最自然的恐惧感当作武器。这真的是个很残酷的对比。一方面是散户的典型反应，也就是盲目的恐慌抛售，或者是因为害怕错过反弹而随意接刀。但另一方面，华尔街那些所谓的聪明钱在干嘛？他们正悠哉的用极低的批发价大举吸筹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恐慌实际上就是在为这些大型机构提供廉价的流动性。既然知道了陷阱，那么我们来到第2部分，建立你的心理防火墙。这一步绝对关键，你要先学会停止看盘与控制情绪。老实说，如果你无法控制情绪，学再多技术分析都是白搭。这边我们要介绍一个超级重要的概念，叫做睡眠点。当暴跌发生的当下，你的首要任务其实是保护你的心理资本跟财务资本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必须果断的减少部位，卖出资产，一直降到一个就算明天市场继续大跌，你今晚也能安稳入睡的状态。这就是你的心理防火墙，也是保护你理智和资金的第一道绝对防线。那要怎么达到这个睡眠点呢？你必须采取防御行动。举个例子，对于那些你看错、基本面已经改变的股票，请你像传奇投资人斯丹利·德鲁克米勒那样，迅速且干净利落地认赔杀出，绝对不要犹豫。至于那些虽然有获利，但已经让你感到焦虑的部位，也请分批卖出。记住哦，这绝对不是认输，你只是在把资产转换成战略现金，为你未来的反击储备满满的弹药。弹药备妥后，我们进入第3部分，大师的逆向思维了。是时候颠覆暴跌就是末日这种传统视角了。当你的资金安全了，心跳也平稳下来之后，我们来换上顶尖高手的脑袋。全球投资之父约翰·坦伯顿爵士说过一句非常震撼的话：多头市场在极度狂喜中死亡，而最好的买进时机正是极度悲观弥漫之时。这就是有名的极度痛苦原则。所以换个角度想，6月5日的单日暴跌根本不是什么世界末日，它反而是市场情绪从盲目乐观转向悲观的一次剧烈释放。这可是资产重新定价、财富重新分配的起跑线啊！我们再来看看技术分析大师理查德·威口夫的理论。他提出市场背后有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综合人。这个概念很有意思。当市场上恐怖新闻满天飞，散户陷入恐慌的时候，这位综合人其实在暗中偷笑。为什么？
因为新闻到底是真是假，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利用这种恐惧，把你手里不坚定的筹码给洗出来，然后再用极低的折扣全部买走。这就是华尔街最真实的游戏规则。了解了心理战之后，来到第4部分，聪明钱的量价 X 光机，我们要来寻找恐慌抛售跟主力进场的铁证。掌握了心法，我们就不要再盲目去猜底在哪里了，猜底太危险了。我们需要的是证据。我们要怎么把无形的恐惧具象化呢？很简单，专注观察 K 线图下方的成交量。当价格暴跌，但成交量出现一根极端爆量的巨大长条时，这就是标准的恐慌抛售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散户正在绝望中抛弃资产，而主力大户正张大嘴巴强力吸收筹码。但是先别急着冲进去买，你要等的是什么？你要等的是随后出现的交易量极小的2次测试。为什么这个2次测试这么重要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价格再次回测低点，但成交量却大幅萎缩，缩得超级小，这就确认了市场的卖压已经完全枯竭了，大家都不想再用这么低的价格卖股票了嘛。这才是聪明钱真正发出的胜率最高的进场讯号。所以耐心等待这个精准的枯竭讯号，就是你避免买到落水狗、避免危险接刀的最大秘密武器。接下来是最后一步，第5部分，极度悲观的狙击清单。我们要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的买入。好啦，现在我们手上有战略现金了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场了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要买什么？你必须明白一件事，市场崩盘时的恐慌是完全盲目的。在无差别的抛售潮之下，管你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，全部都会遭到无情抛售，而这就在市场中创造出超级巨大的定价错误。那些基本面超强的优质公司就这样被错杀了。对我们这些有准备的投资人来说，这简直是为我们开了一扇千载难逢的机会之窗啊！这时候就是你部署第一步保留下来的战略现金的最佳时机。你可以趁着市场恐慌列出一份你平时觉得太贵，但明明就具备强大护城河的优质公司名单，像是 AI 基础设施龙头啦，或是稳健了股息贵族。然后就像班纳德·巴鲁克在1929年大崩盘时做的那样，耐心等待大众情绪陷入极度悲观，不要受群众影响，拿出你的战略现金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的分批的买入。所以重点来了，你必须把这个绝地反击的3部曲深深印在脑海里。第一，无情停损，以确保你的睡眠点，建立心理防火墙，并保留战略现金。第二，停止瞎猜，启动你的量价 X 光机，等待卖压枯竭的证据。第三，执行你的极度悲观狙击清单。你知道吗？身为一般投资人，你不需要面对基金经理人那种每季的业绩压力，你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敏捷性跟你的选择权。透过这份解析，相信你已经看清楚市场背后真实的运作逻辑了。现在，我想请你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。当下一次金融风暴无可避免地再度来临时，你会再次成为待宰的羔羊，为华尔街提供廉价的流动性吗？还是你会准备好你的现金与清单，化身为掠夺者，利用市场的恐慌，将财富重新分配到你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呢？选择权一直都在你的手里。